美国房产投资策略如何判断该物业是否值得投资？分享一个超级好用的地产投资万能公式1%法则。专注地产投资的创业者，我们只谈实战，不扯谈。月租金超过总房价的1%，这就是1%的法则。如果你用10万美元购买一栋房产，每个月的租金的收入应该至少为1000美元。所以要遵循1%的法则有许多的好处，它能确保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投资房产在账面上回本。注意了，我们这里不考虑贷款和融资的成本，而是将重点放在稳定的现金流收入上面。但是在运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几个操作细节。查询历史交租金的情况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确保你的租金是可以收到的。美国有些区域的房产是很烂的区域，他们都是低收入的人群，合同签好了，搬进来就是不交租金，驱赶租客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，这就形成了坏账。所以不仅要看合同租金，还要让卖方提供过去1到2年的房租的缴费记录，主要是查看该房产逾期的交租的记录，这个是很有参考性的。这里有很多的州很保护租客，驱赶租客有时候会让你做到噩梦。比如有个朋友在亚特兰大的贫民窟有出租房，租给了一个墨西哥的一家子，5、6个孩子。结果租金活活的拖了8个月都没有交，驱走之后，整个卫生间大便臭味熏天，客厅的木地板像被动物啃过一样，重新的翻修费又花了好几万美金，来来回回的折腾，损失了超过5万美金。还要看房子的维修状态，有的房子看起来似乎租金是很高的，但是里面一塌糊涂，都是几十年的老装修了，水电有隐患，厨房和卫生间也是需要大修。众所周知，美国的维修工人的路途的费用，很多时候也算作是人工费的。这种情况下，看似目前的租金很高，但是不会持续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一大笔的翻修费等着你来支付。这个是购买出租房的一个坑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。还有区域的重要性，有些房产月租金只有房价的0.8%，并不满足1%的法则，但是它的区域是很好的，周边全部都是高收入的人群，这类房产也是要重点考虑的。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栋楼，12户，每户月租金是1200美金，要价是14万美金每一户，区域是亚特兰大最好的区域，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抢购它。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希望这个1%的法则可以帮助大家规避风险，稳稳的赚钱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的房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房地产投资长期看人口，中期看土地，短期看金融。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，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。